老臣胡进思冒昧进言，不辞万死，请郎君以国事为重，全两军留后，以为3代先王在天之灵，以报13州父老奉养之意。大王今日在殿上已然误了胡令公，建议离贤。此时若想再改弦更张，末将恐塌天大祸就在眼前。大王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此时谁先一步便是生，慢一步便是族灭之危，万万犹豫不得呀！奈何水丘公他日间若不是吴兴郡公假传王教，胡逆此时已经伏诛。吴兴郡公有罪！大胆！末将一时情急，冒犯吴兴郡公，请大王恕罪。水丘公是社稷臣，他虑的也没有什么错。吴兴郡公所虑或许不错，可他毕竟不是大王。吴兴郡公或许以为胡逆此时罪恶不彰，大王诛之师出无名，可若等他真的反了，再处置就迟了。到时候军中将佐其心莫测，杭州城内烽烟四起，怕是到时吴兴郡公也会悔之晚矣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胡逆若是反计招张，吴兴郡公也好，九郎君也罢，怕是不会再有人拦阻此事。何承训，末将在。你愿意为吾冒些风险吗？大王有教，末将不辞万死。3日之后，你去见大司马，你告诉他，吾已有杀他之意。啊！若他听了此事，依然不生反意，只怕到时候为了给他一个交代，吾将要你贬出杭州，却要让你受2年的委屈。大王有教，末将不敢辞。只是他已经是90岁的人了，身子骨再硬朗，也怕难有100岁的寿数。3、5年间，至多10年，吾便将你召回，许你个内衙都监使的前程。若是你不愿的话，末将谨遵王教。你放心，此事办得妥帖，吾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功劳。末将不敢言功，雷霆雨露，俱是君恩。都头，近前说话。今日宝德门那边是谁当值？回都头，今日当值的是江小乙。备马，我要出宫。此刻就是此刻。诺。父亲，天快黑了，露水重，这刀啊锈了很久了，一会儿半会儿磨不出来。刀锈了，磨变亮了。你心我是锈了，别磨不亮了。父亲还惦记着今天大王赐宴的事儿。刘郎走得太早了。令公上书，有客拜门。现在拜门？
小人跟他说了，令公和尚书有时3刻以后便不见客了，奈何那人他不肯走。谁呀？来人自称内衙清卫都指挥使何承训。郎君出事了，郎君暂时无事。暂时。你们有甲吗？有，够数吗？够。兵刃呢？50支毛枪，36把横刀，8柄铁剑，5柄骨短。弓弩呢？步弓10张，弓箭540支，手弩2段，弩箭100。够吧？不知道。子神和罗城的防务，我心里没底。郎君或许有。何时要用？寿转，或许这几日，或许今夜就要用。蒋二马森，来，好。日间割回来那枪子阳，煮出来没有？煮好了，都腌上了。把弟兄们都叫起来，分给大家吃了。1只羊，连皮带骨也就110斤，60个人分，不够吃啊！对啊，不必够吃，我要的就是半饱。要披甲吗？披，今夜就是再困，都得给我披甲睡。这是军令。走。此处是保德门，最少要安置2个人盯着，万一有事，有1个人可以回来报信。通院门处也得2个人。此处是咱们保着郎君逃出杭州的必由之路。还有袁相府、水球相府、大司马胡林公府都得盯住。我不知道究竟何处会出事，只知道一旦出了事，这些大人物必将有所反应。我盯不过来，忠顺都总共才68人，处处都要盯，根本盯不过来。那便只盯保德门和郎君府邸。郎君是知青宗室，寻常变故不惧的，最大的变数反倒来自宫里。刘后要杀我父子？刘后忌惮大司马手中的兵权，以为大司马玉秀、朱全忠使尽堂之故事，却又担心军中生变，不敢解了大司马的兵权。今日中秋赐宴，原本安排末将于功臣堂侧殿设伏，只要大司马稍漏反击，便摔杯为号，将大司马立柱于殿上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何守军啊，穆头子，老夫问你3件事情，你要如实作答。但凡有1个字不尽不实，老夫现在便杀了你。明日再向刘后当面请罪。我将不敢。第1件事情，谁派你来的？是末将自知有罪。拖下去砍了，手机装个匣子，内置石灰。大司马饶命！末将是刘后。拖回来。今日刘后派你来告诉老夫，刘后猜忌老夫，想杀老夫，是不是？是，大司马明鉴，此事却是刘后所授意。第2件事情，功臣堂侧殿辐射，中秋赐宴伏杀老夫，这个主意是谁给刘后出的？此番再拖你出去，便不会拖回来了。想好了再说。
是吴兴郡公献计于刘后，刘后这才动了杀心。水丘。第3件事情，保德门监门卫那里今夜是谁当值？夫人。当歇则歇，公事永远没个完，这还是你自家跟我说的。以前也没见着你这么上心。树欲静而风不止。唉，忠贤王啊，还是走了早了一些。父亲，事关重大，是否当从长计议？不要学那些文算错大，什么事情都要从长计议。老子如今还在长安东市做屠户呢，不过换个刘后而已，又算得什么事关重大？他以为我就算要反，也要先联络旧，串联大臣，控制朝堂内外，这些都需要时间。但老夫我岂是按部就班之人？我偏要杀得个措手不及。父亲，这是要出人命的。打仗就是要流血的。一路上不要停留，遇到巡街的更夫、铺兵，只管一锁子捆了，堵上嘴，扔在角落里。若敢反抗，格杀无论。孩儿们，随老夫进宫。江小乙，将保德门打开，不要多说话，也不要说错话。你自家决断，若觉得他多说一个字，又或是说错一个字，不用回兵请示，只管一刀砍了。哟，不行不敢。江小爷，开门！开门！何人胆敢擅闯宫禁？中书令大司马在此，前方是谁在对？哎呀！小人参见大司马。宫境之内有贼人作乱，尔等速速从我平贼定乱。尔等要试摸我的军法吗？小人不敢，小人遵命。打了翟院，可是60几个人根本守不过来。宅子是死物，不用，护住囊军就行。不是要下雨吗？
推进去！刘后，这宫里有人作乱吗？何人作乱？秦从都、秦卫都呢？南蜀那边今以何人当值？七郎君莫慌，老头子入宫平乱来了。大司马。司马，先王弘使，你暂设刘后之位至今，勉力维持，人都累得消瘦了。你身子骨本来便不稳当，若是真累出个好歹来，老头子100年之后，也怕不好去见3代先王。还是歇歇吧。大司马，可是要夺我前世基业。钱家基业，本就是老头子跟随老王，一刀一枪在沙场上拼出来的。那个时候连你爹还是个嫩娃子，又何尝有你七郎？说起来，吴越国的江山社稷，本就有老头子我一份。福金斯，你是要弑君篡位吗？总算有点样子了。七郎若是早能有如此这般境气，老头子我也省得入宫走上这一遭了。可惜呀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请七郎修表，奏告汴梁京师，请以右卫大将军开赴一统3、4千泓处，全摄镇东、镇海两军节度刘后。不好了！你这傻才，何事如此惊慌失措？大司马胡连公，此刻正在府门之外，说是奉了刘后的军谕，请什么？胡连公，请郎君即刻入宫，做吴越之主。九郎君有请老令公府内叙话。九郎君只请了老令公。马后着，大司马。都统军属、都监属、亲卫第2都、第3都、亲从3都、攻城4门皆已掌握。可曾上任？亲从第3都指挥使顾全，副指挥使水丘弘范预计巨将骨，遵大司马军令，当场斩杀。亲从第1都指挥使罗彦，拒不交出印信、令箭、旗鼓，已被当场拿下羁押。以副指挥使周清暂代兵权。这些都是性命攸关的所在，且须仔细。喏，是。令公请坐。恕弘处不恭了。
何至于此啊？不得不儿，就让当体谅。有些事当面讲明白了，便没有这许多的不得不了。九郎倒是豁达，七郎那里不容老夫好好说话。七哥还年轻啊，说的好像九郎才是哥哥。今日中秋之夜，功臣堂偏殿埋伏甲兵，九郎怕是亲见了。七郎这是要和老夫好好说话的模样吗？七郎也年轻，九郎也年轻，老夫孤身入府劝进，却不见此处有甲兵。本来有，让他们都散了。令公是来好好说话的，甲兵在此，便没法好好说话了。九郎君知我肺腑，老臣感念不已。七哥还在吗？在功臣堂后殿待罪。活的，活的。红初待七哥，多谢令公雅量。是待七郎，还是待吴越权势？拜见夫人。小人等拜见主母。军令已下，众人不得高声，望主母恕罪。快请起。谢过主母。谢主母。谢主母。都请起吧。起来吧。真的是好久没吃羊肉了。安静。今日有战事，不能饮酒，肉却是要管够的。都是跟着郎君从南方修罗场上拼出性命杀出来的好兄弟、好汉子，万不能饿着肚子上阵。小人等皆粗鄙之人，怎敢受主母这般恩赏？不必如此。诸君不是郎君的私人，是国家的勇士。妾身不敢以仆役待之。与郎君说句老实话，我只知此刻，郎君还以七郎为吴越前世之主，老夫便当真要反了。令公，七哥继任留后，是六哥的遗教啊。此人当为活人让路。七哥行事有怪大意，令公心中恼怒，红处可以体谅，可令公言语辱及故去的六哥，红处却是忍不得。郎君待要如何？两者为先，令公请拔剑。老臣言语不及，入继先王，向郎君请罪。
听重臣，三朝元老不必如此，洪处也不敢当啊。郎君此言差矣。国家大难在即，宗庙有倾颓之危，郎君不敢当之。试问国中还有何人可以当之啊？请恕老臣无礼。东南一是三州军民，皆是儿父祖所创基业，战头淋血，筚路蓝缕，百般艰难。汝兄在世，夙夜求之，睡不能安寝，食不能甘味，熬干了心血性命。如今七郎乱政，国将不国，吴越将有不忍言之事。老头子一个90老翁，种种苦苦，尚且不肯做事。郎君乃前世宗荫，难道就要袖手旁观，眼见着先人之基业付之东流吗？老臣胡进思冒昧进言，不辞万死，请郎君以国事为重，全两军留后，以为3代先王在天之灵，以报13州父老奉养之意。